我也是觉得奇怪啊，为啥中越国际列车趁着黑夜出境，赶在黎明前到站，搞得大家半夜通关？真的睡不好觉。结果有高人指出，这是因为越南铁路边都是高端工厂，比较敏感，人家不想让你看到。以至于铁路边除了粉红色的污渍，啥也看不到啊。那么今天就跟着粉红色的，不是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全程体验一下特八拐动幺次中越国际列车。如果你很想坐火车去越南，又暂时去不了，我这个视频就当云体验咯。嘿，突风，坐火车去越南。这个雨好大，旁边不是有雨棚吗？不好意思，你是懂节目效果的。你用护照买的票，刷身份证干嘛？国际列车进站需要走人工通道，如何购买车票？看我之前的国际列车乘车攻略哈。这里进南宁站大厅左手边就是国际列车候车区，然后我傻眼了，国际列车就这个客流。话说还有1个小时要开车了，但是这候车室空无一人啊！空无一人不至于，还是有几个人的。没人坐这车的吗？这不像话呀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其实这候车室的旅客也不全是准备出国的，30个人哦，不是我31，最终乘客数为19人，就是他熬1个晚上，就是等于1晚上通宵。对啊，跟通宵差不多，要过海关嘛？过海关嘛，都得下车全部的行李都要拿下去，全部行李都要搬上搬下，确实比较折腾。但关于睡不好这件事吧，其实也没传说中这么夸张，看下去你就知道了。你能睡得好，我跟你姓。哦，看到了，在那边。OK， 我们到了。这个就是从南宁开往广西的，不是从广西省南宁开往广西越南。这人思路不清，看大屏幕吧。河内嘉陵的特八拐动幺次列车，中国恢复开行的第5趟国际联运列车。那么今天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。今天负责牵引特八拐动幺次的火车头是宁菊拥段东风4第32拐3号内燃机车，这台准高速内燃机车也被火车迷称为花老虎。连挂成功，距离开车还有10分钟，赶紧跑回车厢。每次都要把自己搞得急吼拉吼的。开车时间是北京时间18点。查验车票，进入车厢，拿到了铺位牌。好怀旧啊！现在在国内坐车的话都是身份证啊，然后这种卧铺的牌已经几乎绝迹，不是，这根本没有了。同包厢的是一位小哥，总共19个人，一节车厢光下铺就18个，即使全部睡下铺也是绰绰有余。欢迎大家乘坐南宁开往河内嘉陵去的特87014列车。18点05分准点发车，特八拐动幺次列车缓缓驶离南宁站。虽然距离25日首发已经过去3天，但火车迷拍摄这趟国列的热情依旧不减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南宁站外停着的这列车底快15558次，是一趟开往上海的站站乐。有幸在去年4月体验过，往后数第15期，敬请期待。邕江，南宁的母亲河，邕也成为了南宁的简称，也就是机车上宁菊拥段中邕字的由来。好，打扰一下，麻烦出示一下这个护照。上车后，列车员小哥哥会来再次查验并登记护照信息。再次提醒，电子签证是无法通过同登口岸的，必须纸质签证。跨越邕江，江南区，列车先后经过南化站、南宁南站，18点30分江西村站。现在这个我们通过的是江西村站，过了江西村，我们现在的湘桂铁路跟南昆铁路就分开了，就这个情况。南昆铁路向西北去百色，我们向西南去崇左。沿途经过中国的崇左、凭祥、越南的龙登、北疆等主要车站。本次列车全程运行12小时25分，除去在凭祥停靠的1小时23分，同登停靠的2小时33分，纯行驶时长8小时25分钟，里程396公里，平均时速47公里每小时。为什么这么慢？因为全程都是这种单线铁路，需要在车站停车会让对向列车。这个应该是湘桂线南宁到凭祥段现在唯一的客车。现在你看到的是湘桂铁路南宁到凭祥间仅存的普快绿皮车，5512次，一节空电，还有一节宿营车。哎，不对呀，这啥？加
挂2节，软卧25B 真绿皮。18点50分，特八怪东幺次从这个叫维罗站的小站发车。南宁去边境的这一路也是风景如画，越往崇左，这样的广西特色山就越来越多。这种酷似桂林山水的地貌，学名叫喀斯特枫林枫丛。不仅仅是在桂林，看这张图，从柳州到崇左，从河池到贵港，几乎大半个广西都能找到枫林枫丛。所以说，广西处处是桂林。看完车外，看车内。本趟国际列车全列软卧，由5节软卧车、1节空调发电车编组而成，可以容纳36名乘客的软卧25级车厢。包厢结构，1间4个铺位，有220伏2孔3孔插座，充电没烦恼。宽敞的洗手台，端部还有吸烟区。地形厕所参观环节，厕所蹲式、坐式的都有。南宁始发还放了新的马桶坐垫，还没用过对吧？还有一个马桶垫，哎呦，完了！列车上没有餐车，但你可以买到泡面。便利店买的这个方便面啊，螺蛳粉，是不是这个在这里吃螺蛳粉不太厚道？搬出去。这个在走廊里吃也不太厚道。这个实在是我都闻到味道了。好家伙！例行厕所用餐环节。香啊！这个是移动餐厅这个螺蛳粉实在太辣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涂蜂吃辣是这样的。锅里鬼会这人开始拿厕纸擦汗了，太尴尬了。真的好辣。厕纸用光，您局巨亏。动荡，朗诵。朗诵。包厢的小哥竟然会越南语，那我就学几个合同铁路的站名吧。因viện嘎啷。Gia Lâm。所以嘉陵站不是 Galen， 而是 Salem。20点05分，特八拐东幺次列车到达崇左。虽然国际列车国内段不开售，但沿途崇左、凭祥是可以买到前往越南的车票的。它每个礼拜只有2趟。另外，随着5月25日中越国际列车首发，北京到河内的国际联运也同步恢复，当然只卖软卧票。联运票不打折不打折这个打折了，这200多已经打折了，这个打折了，这个联运票不打折。北京到河内全程软卧不打折，937万越南盾，折合人民币2581元。就从来没有白天开的，就是广西到一直都晚上开，都是我。其实白天通个关，看看两国迥异的风景，乘坐体验肯定会更好，不是吗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列车运行前方停车站是凭祥站。离开崇左又开了1个小时，宁明。远处的灯光，那是属于宁明小城的宁静，跨越了岷江，岷江之于宁明，如同左江之于崇左。21点48分，夜色中的凭祥出现在窗外。凭祥站是口岸站，请旅客们协助配合办理出关检查手续。21点50分，早点28分钟，凭祥站。按秩序下车，列车在凭祥站停车1小时23分钟。停车1小时23分，加上早到28分钟，凭祥站预计停靠1小时51分。先别惊讶，这还不是本次旅途中最长停站时间。凭祥站是口岸站，请旅客们协助。然后我们就去出入境检查大厅了，不能拍照了。乘客19人，加上列车员，通关人数都不到30人，所以20分钟搞定。那么再回到车上，当前时间22点15分，下一次停靠预计在北京时间0点19分。理论上这2个小时基本是停车状态，可以睡个好觉。但是我睡不着了，跟小哥聊一会儿天。开盘那个中国建了那个地铁2号线。他那个地铁是从北京直接拉过来的。小哥说的河内地铁2号线就是传说中的16公里花了16年才建成的地铁，完全采用中国标准北京技术，号称北京地铁终极难延伸。
北京时间23点38分，联控响起，客车特八拐洞腰次平祥站腰道发车，列车缓缓启动，从这里驶向国境线。外面黑不溜秋，如果要是在白天经过，风景应该不错吧？平祥站往南，看地图，这里仍然是湘桂铁路。对，湘桂铁路起于湖南衡阳站，终于中越边境友谊关旁的隘口站。列车低速蜿蜒而行，前面亮灯的就是隘口站，向驻守边境火车站的铁路职工致敬。23点58分，保税区。我们看下卫星图，这时如果你在车厢的另一边，就能看到友谊关。再往前，下穿南友高速公路，一度停车，这里有一个简易的沉降所，你可以认为算是中国的国门。当前时刻，北京时间5月29日0点整。边境沉降所停车2分钟，重新启动。特八拐洞腰次列车缓速划过边境。山坡上是公路友谊关口岸的国门，同时这里也是322国道的起点。国境线了，国境线了！注意看，这盏灯就是中越国境线。进入越南使用越南时间，当前时间5月28日23点03分。是的，再过一遍5月28日。当前坐标越南谅山省高路县同登市镇。从中国铁路湘桂线隘口站到越南铁路合同线同登站8.35公里。湘桂线合同线的分界点在国境线，但是国境线到同登站这一段基本是中国铁路的列车在跑，所以你几乎不会在平祥站看到 VNR 的准轨内燃机车。而我们的特八拐洞腰次也是在到达同登站后才改车子为 MR2 的。对，现在虽然已经在越南了，但车次还是特八拐洞腰次。国境线之后的线路最小曲线半径150米，真的很越南。中国铁路客车车厢在这里需要用极慢的速度通过小曲线半径。看特八拐洞腰次的通过台，简直是在挑战中国铁路旅客列车的极限啊！咚当啊！当地时间23点19分，早点3分钟，越南铁路同登站。好，北京时间0点19分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越南的同登站。整理东西，下车。同样，包括充电线在内的全部行李都要带下车接受海关检查。往那边走，不要走，好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车站好像什么时候在新闻里见过啊？对，您没猜错，2019年2月26日，同登火车站接待过一位神秘嘉宾，这是神秘嘉宾的楼梯，至今仍保留在同登站的候车大厅。同登站非通关区域也不能拍照。好了，越南这一边办得特别的快啊，所以也没耽搁多久啊。虽然停站时间很长，但是办理时间其实不长啊。我们这个可以回车上休息了，应该可以睡觉了。靠中密室啊！列车员说，接下来没有打扰了，可以一路睡到河内嘉陵站，是吧？其实感觉还行，没有过多的打扰到睡觉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我是要开车，没办法。其实这个还行哦。我盲猜啊，今天的特八拐洞两，也就是嘉陵开往南宁的那一趟车，它的越南铁路本务待会儿就是我们的本务，而我们的这个3两拐3，待会儿会挂在八拐洞两上面，然后拉回南宁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恭喜你猜对了，确实如此。特八拐洞腰次的本务花老虎就是当晚特八拐洞两次的本务机车。当地时间0点55分 ，MR1 次也就是特八拐洞两次缓缓进入同登站。本务是配属越南铁路安源机务段第19 ER 2栋35号机车。对，之前我们在滇越铁路的东英站见过面啦。此时此刻，两组中越国际列车的车底停在了一起，对面是明天上午10点回到南宁的特八拐洞两次，同样5节软卧车、1节空调发电车都是宁局车况很好的25G， 车况很好可以不说。这个2栋35号机车就是我们的本务，而带我们进越南的3两拐3号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不是兄弟，你车钩都没打开，还想碰钩？看来越铁职工还是不够专业啊！没事，再来一次。又失败了，不要气馁，失败是成功之母。泡面翻了。
1点53分，早点2分钟，中越国际列车变更车次为 MR2 次，从同登站出发，驶向河内嘉陵火车站。河通铁路始建于越南法属时代，亮山至北江段1894年通车，1900年南延伸至河内，1902年北延伸至同登，是一条超过120年历史的老铁路。越南战争时期，为了高效运输援越抗美的战略物资，中国铁道兵因北越请求，将同登至河内嘉陵段的线路改造为准米套轨。这里边还是米轨啊，这里就是套轨了，就是准米套轨了。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3根轨道，最外面的2根轨道是间距1435毫米的准轨铁路，里面则是间距1米的米轨铁路。4点30分，北江站接近，列车以55公里每小时的时速穿过北江城区。虽然是凌晨，看上去这座城市还是挺繁华的。4点34分 ，MR2 次列车到达北江站。据说越南的旅客可以在这站上下车，不过显然我们这趟车上的全体乘客都是到嘉陵终点站的。4点36分，仅停靠了2分钟后，列车启动，跨越沧江，继续沿着河通铁路去往河内方向。换回车票意味着距离终点站最多半小时。当前位置令站 ，Lim 也就是中文临站。相比中国铁路全路似乎只有哈局的宋站是单字车站，越南铁路则是有很多单字车站，比如 Kip 站、Lim 站和杂站。6分钟后，慈山站。前面河通铁路即将接纳河老铁路，这个河老铁路正是大名鼎鼎的滇越铁路。滇越铁路全线分滇段，也就是中国的昆河铁路；越段，也就是越南的河老铁路、河海铁路。滇越铁路河老线在这里拐过一个很魔幻的大弯道，并入河通线，一起驶入安源火车站。安源站海拔10米，从这里到滇越铁路海拔最高点水塘站高差超过2000米。哇，这是什么江啊？这就红河嘛。红河？我查了一下，这个江叫同江，过了同江，岔开的是去河海铁路的联络线。那个河海铁路了。前面就是嘉陵站。旅途辛苦了，欢迎来到河内嘉陵站。好了。MR2次列车现在已经到达河内嘉陵站，前往南北广场搭乘黑车兑换越南盾的旅客，请按导向标志出站。在轨道上行走时，请留意过往车辆，注意安全。车刚停稳，调机就来了，大家看看是不是很眼熟？对，常州七树堰出品，第14亿内燃机车经常用作嘉陵站、安源站的调机，它也曾牵引前往下龙站的混编特慢列车。继续往前，准轨不在，只剩米轨。滇越铁路将由龙边大桥跨越红河，穿行于游客们的喧嚣，前往位于市中心的河内火车站。当前坐标是河内的嘉陵站。那么为期1天的河内之旅开始了。那么本期国列运转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